每一个都是沉坠的点啊，每一个都是沉坠的点嘛，所以你要说我讲要每一个都好像是有一个铅锤在坠，每一个这样子拉开。对，可是你不是像八卦那样去拉，比较像是，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张开，而且是因为老师又要讲说又要同时，所以它扩开的面就会再更大一点。对，这就是沉坠的开，沉坠的开。你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啊，关节它是同时动，松开。为什么它会同时动？为什么它会同时动？因为比方讲我在这边我要走的时候，你要想这3个关节对重力的关系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只是它们的距离不一样嘛。所以它在移动的时候，你只是放掉，让这3个关节，你好像下面吊着一个铅块一样，你这3个关节都是跟着重力出去，所以他们会同时的出去，这样懂？所以不是谁推谁，不是谁推谁啊！当你手臂起来的时候，我手臂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起来也是沉坠啊，起来我要起来，这也是沉坠嘛，这也是沉坠嘛。就我从水里面起来，这3个关节它们承受的那个重力是一样的，重力跟浮力是一样的嘛。所以当我起来的时候，这3个你看，这3个它们都是，看，它们是同时受到一样的重力的影响，在移动，而不是我用哪一个地方去操控另外一个地方。这样不懂啊？这其实很容易了解啊。你在水里面，你就晓得了嘛。那你在水里面，你手臂一放，是不是？你手臂真的松下来一放，它沉下去，可是它沉下去是有先后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个先后是怎么出来的？那个先后就是看这个点跟你的中心跟你的轴心的距离嘛。听不懂？可是他们都是自己在移动，所以你要做到这个，所以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关节本身。所以我在做任何一个，你看我在做这个起来，我要3个关节的感受是一样的，我的关节的感受是一样的，所以你要慢体会到它。你看，3个关节在重力的影响下面，它们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是这样子啊。我走了，你看也是一样。慢。这个时候起来，你看，它还是在重力的影响下啊起来啊，就算往后拉到底，你看，它还是在一个沉坠镜，它还是有一个沉坠镜啊，在一样的那个沉坠镜的下面啊，坠了2个。你看，称一称这3个的重量。听不懂？如果是你能做到这样子，你的肌肉自然松掉了，你会感觉到很舒服，很通透，就是
关节的移动，只有关节的移动。关节怎么移动？关节为什么会移动？重力嘛。酥麻。对，酥麻，然后感觉到哇，那个是松，那个是松了，看不懂啊？放，没有谁为主，没有谁是主要的，谁是次要的，没有，都是一样，都一样，每个关节都一样，每个关节都一样啊。那我做这个。每个关节，你要仔细，就是没有你如果做快了，你会有什么？你会有啊，像有些地方你就啪，你就这样就过来，这就是用走了。当你做这个的时候，你是用走，在带小臂了，这个时候走的沉坠就没有了，走就停了，看不懂？它不是的，它是你做仔细，它慢慢，你看走的改变，造成小臂的改变，你要。走，你看，所以你每一个关节，3个关节都要有那种沉坠往前滑动的，沉坠往前滑动的感觉，而没有身上没有一个肌肉是在推它，是在推它做这件事，没有，是他自己在做，自己同时在做。看不懂？去体会这个，你们再试试看，尽量慢，是不是？你那个往前是被你推出来的。这个没有落下了，没落下。手肘没落了。那边没有落了，那个肩跟肘。这不对了，这边没有。对，这样会懂？你落下，它自然转过去了。那个没落。你这个手为什么会起来？你的肩没沉，它没有理由起来。看，沉坠，你这个没有沉坠。
晋级那个肩肘没有沉。你们那个能看没有沉坠啊？你的手来，如果是推手，其实推手最应该是练这个。我的手这样子，当我的手这样子的时候，当我要这样走的时候，你看哈，我松掉，那是我一沉坠，是我的3个关节一起走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现在如果手要起来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手可以起来？是不是？你不是用这样子用这个力起来，你这个力是用你的肩起来的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当你看我的肩沉下去，我的肩更沉，手就起来了。这样不懂？我到这个地方，我还要它起来，是不是？我再沉，关节一起走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手起来是怎么起来的？是这边沉，腰你看，是这边沉下去，这边沉下去，这边浮起来，跟沉下去，稍浮起来。往前是怎么往前的？所有的往前都是这个力量，一个浪的力量，沉下去，浮起来，继续沉，它就浮了。在这边沉下去，到这边了，继续沉，浮起来。所以它不是一个直线，它都是一个曲线，都是一个浪，都是沉下去起来，它往前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你所有的往前，如果都是用肌肉 hold 住它，就不对，而是不断的放。你看，都是3个一起沉，啊。所以因为有沉，所以有浮；因为有沉，所以有浮嘛；因为有松，所以有坠。坠就是跟沉在一起嘛。那松掉以后呢？松掉以后才可以有沉有浮，你的关节才可以有沉跟浮。所以所有的动作都是什么？所有动作都是因为你松掉有重力，你松掉产生浮跟沉，所以讲什么欲上先下嘛，欲下先上嘛，欲左先右嘛，欲右先左嘛。那个先是什么？那个先是沉。我要往这边去了，我要往右去了，我的左边沉，右边就出来了嘛。我要往上去，我手要往上了，我的下面沉，欲上先下，我的下面沉，上面就起来了嘛。我要往左，是我右边沉，我的右边沉就往左了。我要往下走，是不是？来，它就往下了。所以它都是一个什么？都是一个跷跷板嘛，都是一个浮跟沉嘛。所有的动作都是这样子起来，都是这样子动的，晓得吗？都是这样在动的。所以我走一个圈的话，我走一个这样的圈，你看啊，我的身体其实我的手在做不同的浮跟沉。所以你要慢去体会这个东西，体会你的根跟梢、浮跟沉之间的那个关系。所有的运动都是浮跟沉，开跟合，你看都是浮跟沉。都是又沉了，出了，看不懂？
利用这个来动，利用自然的这个东西这个自然的这个东西来动。所以你要考虑在这个里面，因为能动的只有关节嘛，所以实际上浮尘在影响我们的是什么？影响我们的是关节，而造成重力的那个功能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肉的重量跟骨头的重量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们越壮的人，骨头跟肌肉越多越重的人，你能够放掉了，就你那个一沉的时候，你产生的力量就大。你放不掉，你这个东西就出不来。像他们比较瘦的这种东西，沉下去的力量比较小的，他们就好像一个浮木，它很轻的在那边做浮沉飘动嘛，那它的力量就比较小。你们重的，就骨头重、肉重的，你能够放掉以后，就好像一个块木或者什么一个重的东西船一样，啪下去，你那个浮沉的力量就大。所以内家拳有些人讲嘛，内家拳就不过是开合浮沉嘛。就只是开合浮沉，所以你们要先体会到这个。你先体会什么？关节。我在动的时候，每一个关节跟重力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平等的。